野外荒野求生见多了，但不用一丁一毛。 在水上搭建遮风避雨的营地就很少见。发哥划着小船在密密麻麻的水草间穿梭，每天的巡视已经成了他的例行公事。而他的目标就是眼前的几个塑料瓶，这些瓶子可是造小船的必备物资。发哥很快来到一处水草前，艰难地将船划进草丛深处。不过水草实在太多了，划不动，他只好下到水里，推着小船往前走。发哥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只见他将2根木棍插入水中，然后用镰刀割掉附近的水草。 不过这把镰刀似乎使不上力，发哥以为是自己摆错了 pose， 撅着屁股又一次把镰刀伸进水里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一把水草割掉。很显然不是他的姿势有问题，他拿出一块磨刀石，仔细打磨镰刀正反两面。经过打磨后的镰刀那是光屁股坐冷板凳，有板有眼。发哥随手一挥，便割掉了面前几根水草。随着他不停地弯腰割草，附近被他迅速腾出一块空地。看到空间已经足够大，发哥将小船拉到空旷地带。 他身手敏捷，爬上小船，将2根树枝插在船身的一侧，另一边也同样将2根树枝插入水中。看到这，我算明白他要做什么了。发哥打算在这边搭建一个临时的营地，但这样细小的树枝能扛得住一个人的重量吗？他把1根绳子绑在树杈中间，再将1根横梁固定在绳子上。但是仅1根是不够的，需要将2个三角形的四周都架上横梁，这样一个类似金字塔的木质结构就有了。为了让这个结构更加的固若金汤，他在横梁的底部又增加了交叉树枝。发哥来到架子上试了试，这一结构依然相当稳固，架子已经搭好。接下来就是增加承重的树枝，将树枝交错的铺在架子正中，可以让这个营地承受更多的重量。作为一个强迫症晚期患者，发哥把突出的树枝都剪得整整齐齐，同时处于2个架子中间位置，还增加了一个三角形的形状。在营地的架子上铺上竹片，再用绳子把竹片环环相扣，一个拆装方便的竹板就有了。把竹板铺在高高的架子上，发哥躺上去感受了下，天为被，地为床，似乎还缺点啥。看到这里，相信有小伙伴已经猜到缺少了什么。发哥在架子的上方再次横七竖八地绑上几根树枝，为了让两边的树枝旗鼓相当，他以木棍为水平仪，调整了树枝的高度，把突出的树枝锯掉后，发哥来到船下，附近这么多水草，收割点用来做屋顶是再好不过的选择。不过发哥也不是随意乱割的，而是按照小船进出的路径有计划的进行，这样不仅是盖顶的材质都有了，也可以为小船清除一个进出通道。不得不说，发哥在营区建设方面的造诣，那是屁股上挂暖壶，有一定的水平。考虑到河水水位仍有下降可能，而且营地的高度上下也不方便，他决定为营地搭建一个楼梯，在营地的架子上绑上2根长度相近的树枝，再锯掉突出的树枝，接着量出楼梯的宽度，用锯子剪出适合自己的大小，最后将裁剪好的树枝系在上面，营地的楼梯就有了。发哥站在楼梯上踩了踩，这个梯子还是非常坚固的，忙活了半天也有点精疲力竭了。发哥坐在营地上休息片刻，他打算去煮一锅恒河水给自己喝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知道怎样才能喝上干净的水吗？发哥掏出木棍，在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，接着用木棍给泥土放松后，用双手化身为蓝翔挖掘机使劲掏挖，不到1会的时间就挖出一个40厘米的小水坑。等看到水坑中出现细沙，就知道挖掘的工作已经差不多。用勺子将水坑里的土沙清理一遍，然后再将水坑周围的泥土拍实拍圆，一个用来取水喝的小水坑就完成了。接着反复清除水坑中的沙浆后，水坑里的水也渐渐变清了。目前只需要耐心等待，就能喝上干净的水了。趁着等待的空闲，发哥划着小船向水草走去。他拿出镰刀，把面前的水草一刀一刀割下来，然后他把水草一根根挑出来放到船上。很快船上就收集到了半船的水草。带着这些水草，发哥回到了刚才的营地。他把水草平铺在架子的2侧，多余的部分则铺在另外一面。看着两边整齐排列的水草，那真是纹身师闭眼，秀了我一脸。几分钟不到，营地就变成了绿草如茵。接着用竹条把水草夹在中间，然后用绳子把竹条和架子绑在一起，营地的屋顶就这样搭建完毕。发哥躺在里面，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微风。这种躺平的日子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。发哥带着罐子来到刚才挖的水坑边，距离挖坑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水坑中的水也满了，不过里面的水还不算很干净。发哥把水坑中的水灌入陶罐中，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，他用这些水给自己洗了个澡。经过多次浇灌去除污水后，水坑里的水渐渐变清了，再次将陶罐盛满清水。此时发哥终于可以喝上一口干净又卫生的恒河水了。野外求生捡到宝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这是不是要走向人生巅峰呢？上期说到，发哥在水草丛中建起的临时营地，
此刻他正坐在营地的上方，双手不停地比划着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他从船上捡来一根树枝来到水中，然后把树枝纵横交错插到水底，接着用绳子将树枝的交叉处牢牢地捆在一起，末端则绑在营地的架子上。发哥这是要干嘛？有谁能猜到吗？另一边，发哥也同样做了一个交叉的树枝，同时还用一根树枝将2个插口连接起来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他在不远的地方再插一根树枝入水底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发哥要干嘛了。他这是在为营地做一个栈道，这难道是裤裆里撒盐，咸得蛋疼？各位看官请不要着急，看到后面，我相信大家会直拍大腿，瞬间明白过来。转眼间，发哥已经在营地外边插了2排树枝，为了让两边交叉的高度一致，他以树枝为尺，目测出两边的高度。这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，属实顶呱呱。当然，营地的搭建并非一帆风顺，一路的搭建，发哥不知道被树枝刺了多少回。好在常年的水上生存，让他早已练就一双皮糙肉厚的手，一般的刺怕是无法让他破皮流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栈道的框架已经有了雏形。发哥来到船上，把一根长树枝铺在栈道上，想测试这个架子能不能承受它的重量，连忙站在上面试了一试。显而易见，发哥的手艺那就是品质的保障。别看就这么几个木头，就算再来多一个人也是没问题。发哥来到营地上方，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得意杰作。不久之后，他又有了下一步的计划。发哥回到小船，用锯子把树枝上段的交叉处裁剪整齐。这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实则很讲究个人的耐心。不到一会功夫，发哥就裁剪完毕了。接着把树枝铺到栈道的架子上，顷刻之间，栈道的地板就有了。当然还得用绳子固定好每一根树枝，不然一不小心可能就全村吃席。上方的交叉处则用树枝连接一起，这样不仅能让栈道有个扶手，同时还能让栈道更加的稳健。不得不说，发哥这建造水准相当哇塞。发哥再次坐在栈道上细细查看，确认栈道已经完工之后，他才来到栈道末端玩起了水花。这画面有没有童年时的记忆？接着发哥把小船拴在栈道的架子上，整个画风瞬间变成一个木质的码头，有木有。来到水中，发哥打算把另一艘平筏也拉过来，不过这时水里有个东西把他绊倒了。他连忙用手摸索一番，竟然是一块红色的石块。他好奇地用手敲了一敲，这块石头结实无比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红宝石吧？发哥再次用力地拍打着石头，企图想要分析这块石头是什么成分组成的。如果是一块红宝石，那应该能卖好几千个 W。他仔细清洗着上面的泥土，一时间还真的无法辨别是什么材质构成。于是发哥带着这块红色的石头来到了平筏跟前。此时营地中的大黄早已低头摇尾出门相迎。发哥解掉船锚上的绳子，拖着平筏来到了栈道前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应该明白发哥建造此栈道的目的了吧？有了这个码头，他随时就可以来到平筏上与大小黄玩耍。发哥把刚才的红色石头放到桌子上，他要好好的研究这东西究竟是什么。拿起边上的网兜，把石头上的泥土擦拭干净。单从外观上看，右上方似乎像是人工合成的，但左边又像是天然的，一时间真假难辨。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欢迎评论区告知一下。红色石头清洗干净后，紧接着发哥又拿起一根木头，使劲地敲打着红色石头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嘎嘣声，红色石头突然掉下一块碎片。发哥将其放在嘴边咬了咬，确认这不是一个塑料制品，而且这块碎片也没有整体那样红通，反而像是一块透明的玻璃。一时间分辨不出这块石头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发哥也只好带着石头来到了新营地。他坐在营地边端详着石头，看这模样，正好可以当做一个枕头。发哥躺在上方试了试，虽然有点硬邦邦，但这个高度还不错。他打算明天带着这个物品去检查下。一人一船，2条狗，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雨林中，饿了吃鱼肉，困了睡吊床，这样的野外生存你敢挑战吗？上期说到，发哥在水中捡到一个红色石头，本以为卖了能走向人生巅峰，没想到是屎壳郎碰上窜稀的，白跑一趟。此刻他带着大小黄准备回去营地，不过由于路程太远，天气太热，他打算先在附近过一夜。正所谓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，一路磕磕碰碰，他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位置。这里虽然没有海阔天空，但好在树茂水优，一看就是安营扎寨的好地方。发哥躺在船头手舞足蹈，内心已经规划出如何搭建个临时营地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得先准备一下晚餐。他把昨天捕获到的小鱼清除鱼鳞和内脏，把处理干净的鱼肉放在饭盒中。平日吃腻了鱼干和烤鱼，发哥今天打算换个口味。看到他把蒜头剁成颗粒形状，相信已经有小伙伴猜到他要做什么。发哥把切好的调料搅拌均匀，仔细地把酱汁浇在每一条小鱼身上。大黄似乎看到发哥正在做好吃的，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。不过发哥并没有想要给大黄喂鱼的想法，毕竟鱼肉的骨头太多，要是为了大黄，很有可能明天就吃席了。
酱料与小鱼已经水乳交融，接下来还需要腌制一段时间。趁着腌鱼的空档，发哥开始搭建今晚的营地。有着32岁23年搭帐篷经验的他，对于搭帐篷那就是菜续坤丸飞碟，小菜一碟，几分钟不到，附近树枝上已经布满了很多纵横交错的绳子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发哥要睡在绳索上呢。发哥对绳索的布局相当满意，接着从背包里拿出用石头换的雨棚铺在绳子上，简单而快捷的营地屋顶就有了。不过小船的船舱空间太小，还得弄个睡觉的地方才行。他拿出祖传的吊床，把前后两端都系在屋顶的树枝下，这样屋顶正好可以覆盖到吊床，既可以遮风挡雨，也可以防止上面掉下的树枝砸到自己。不得不说，发哥这手艺，那是电线杆上挂暖壶，水平很高，解决了睡觉的问题。接下来就是温饱的问题。手臂粗的树枝在发哥粗壮的麒麟臂下，瞬间被分成2截。不到一会的时间，小船上就有了一堆木柴。此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，发哥连忙升起火堆，前一秒还是风平浪静，下一刻竟然狂风大起，这该不会要下暴雨吧？铁锅已经烧热，发哥把腌制好的小鱼放到上面，铁锅与小鱼的碰撞立马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，鱼肉的香味瞬间让发哥馋得不行。为了让小鱼快点煮好，他又往灶台上添了些许柴火。看着外焦里嫩的鱼肉，发哥的哈喇子都快流了一地。他拿起勺子，直接把鱼肉放入碗中，完全顾不上温度，抓起一块鱼肉就往嘴里塞。看他大快朵颐的样子，就知道鱼肉的味道不会差到哪里去。片刻之后，碗中的鱼肉已经被风卷残余。正所谓酒足饭饱思佳人，看着船上的火堆，发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太阳已经日晒三竿，这时的发哥才从睡梦中醒来。看得出来，昨日的奔波让他相当的疲惫。刚回到船上，就发现船舱已经进了小半船的河水。发哥连忙拿起水勺使劲往外泼，忙活了好一会，船舱中的积水终于被清空的七七八八。早已饥渴难耐的发哥升起了火堆。长期的水上生存让他有点显老。柠檬富含大量的维生素，不仅能够清热化痰，还能够延缓衰老，抑制色素。他打算用这颗青柠给自己泡水喝。滚烫的开水容易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，所以发哥选择用60度左右的热水。他把温水倒入碗中，再加上1点盐巴，最后把柠檬1分为2，将汁液挤入温水之中。一碗清热解暑的柠檬水就好了。看发哥一口接一口的喝着，各位俊男美女要不要也来上一杯？补充完水分之后，发哥也清醒了许多。他站起来把祖传的吊床解下，当然雨棚也不能忘。在水上生存没有什么躲雨的地方，没有这个雨棚，怕是撑不过几天。当然还有这纵横交错的绳子，这些都是能再次使用的好东西。所有的装备收拾好之后，发哥也要前往营地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领导给个小爱心支持下吧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